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们将聊一个听起来非常高大上，但实际上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，那就是区块链。可能大家听到区块链，第一时间会想到比特币，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复杂技术，甚至有的人会觉得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但事实上，区块链正在慢慢的改变我们的世界。无论是我们吃的食物、听的歌曲，甚至我们未来的工作，可能都和它有关。这期视频我将以最简单、最有趣的方法，带大家彻底搞懂区块链。想象一下，如果说班机里面有这样的一本账本，上面记录了班费的收支、每笔钱的进出，如谁交了班费、谁买的东西报销了，都会记录在这个账本上。只不过这个账本并不是由一个人拥有，而是我们每个人都人手一本。这样一来，谁都无法篡改上面的东西。如果有谁篡改了上面的东西的话，那么与其他人一对比，就会马上发现不同。区块链就是这样的一个分布式的、公开透明的、不可篡改的超级账本。只不过这个账本并不是现实中的，而是存在于网络上的。它是由代码所编写的。记住3个词，那就是分布式的、公开透明的、不可篡改的。这3个词就是区块链的核心词语。那么这个超级账本又是如何记录信息的呢？那就不得不提到区块和链了。我们可以把区块看成账本的一页，每当有新的交易发生，那这个信息就会写在一个新的区块上。当这个区块被写满，它就会被出上一个时间戳，然后啪的一下与上一个区块连接，形成一条链。这就是区块链名字的由来。每一个区块都包含了上一个区块的信息，它们之间是紧密相连的。如果说你篡改了其中一个区块的信息，那么从这个区块往后的所有区块信息都对不上了，这条链也就断了。而且这条链是由成千上百万个电脑共同维护的，除非你能同时黑掉1半以上的电脑，这样才能篡改这个超级账本，否则是不可能的。这也是为什么区块链这么安全的原因。好啦，说了这么多了，你可能还会问，这个超级账本到底有什么用呢？难道就只是记账吗？当然不是。比如在食品安全领域，我们可以用区块链来追踪食物从农场到餐桌的全过程，每一个环节的信息都被记录在链上，无法篡改，这样我们就能确保吃的放心。在版权保护领域，作者可以把自己的作品信息记录在区块链上，证明自己是原创者。在公共事务领域，我们可以用区块链来进行投票，确保投票过程的公开公正。甚至在未来，我们可以把身份信息、学历、病历等写在区块链上，形成一个可信的数字身份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不用提供各种各样的证明文件了。好啦，今天的科普就到这里，我们来总结一下。区块链就是一个分布式的、公开透明的、不可篡改的超级账本，通过区块与链的方式来记录信息，保证了数据的可信与安全。当然，区块链的技术还在不断发展中，它也面临着一些挑战，但是它所带来的可能性是无限的。希望今天的视频能让你对区块链有一个初步的了解，不再觉得它有那么的神秘。当然了，如果说你还想了解更多的内容，或者是对于区块链还有其他的问题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当然了，也不要忘记1键3连呀，拜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